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王宇田。上期视频呢，我们邀请傅老师给我们介绍了猎隼1号这个飞机模型的它的气动布局的特点。如果这种气动布局用于下一代战斗机的话，那么它会有哪些的好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傅老师来给我们继续讲解。傅老师，如果是把这种气动布局，比如说用在战斗机上，那么它相对于现在我们现有的这种战斗机，它带来的好处有哪些呢？侧板压式气动布局啊，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气动布局形式。那么上一期呢，我们介绍了一下它的使用特点，或者是它的气动特点。那么如果把这么一个航模变成一个有人驾驶的或者无人驾驶的一个作战平台，那么它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上期介绍了侧板压式气动布局可以获得比较大的升力。那么一般来讲，飞机设计方面就无非就是增大升力、减小阻力，改善它的飞行品质、操纵力矩。那么升力大了，机动性可以大幅的改善。一般而言呢，机动性呢受两个条件的制约，一个是飞机外形，再一个是发动机。那么有些机动性啊，主要是靠外形来实现的，那还有一些机动性呢，要外形和动力同时配合起来，配合起来才能够实现。那么不管怎么讲，如果你有个好发动机，你性能可以上去；那么如果有一个好的气动外形，你的机动性也可以大幅度的改善。那么采用了这样一个布局以后呢，第一，机动性肯定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它的瞬时盘旋角速度就能够比现在的2代机啊、3代机啊，甚至有些4代机还要好，就是迅速掉头能力是近距格斗空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靠什么？就靠升力啊，瞬时啊，但持续盘旋还要靠推力，推力能量要不够，那也不行，是对吧？还有一个呢，短距起降，这起飞降落的速度靠什么来控制呢？也是要靠升力的啊。升力如果小，你滑跑距离就得长，否则的话，速度小了，你得不到你足够的升力，你飞机飞不起来。降落情况也是类似。那么如果你在起降状态下，升力系数比较大，那么你的滑跑距离就会很短，就可以实现短距起降这么一个指标要求。那么世界上一般概念上的短距起降战斗机，它的指标要求多少呢？500米以内的起飞滑跑距离或者是着陆滑跑距离能满足的要求，你就是短距起降战斗机了。当然，这只是超音速战斗机，有些低速飞机也能实现这个，但是要想超音速2倍飞行，然后又把速度降得那么低，滑跑距离那么短，那是很难做到的。也就是说，超音速的气动的优化和亚音速的气动优化，也有可能它们之间是并不一致的。哎，对。如果对超音速优化的话，那么可能它低速性能就会下降很多。那么对于这个侧板压式布局来说，那么它是不是在两者之间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呢？哎，比如说它的后碟角比较大，翼展也比较小，适合高速飞行。但是这样一个外形，对改善起降性能可是有害的。那么你就翼展大一点，面积大一点才好。但是你又想超音速飞行，那就这个矛盾，怎么办？那么在这样小的翼面积上，我给它增升，让它升力更大，那么也能够解决短距起降这个问题。那等于说，这么一架飞机，它既可以在短距离的起飞，同时呢，还可以在高空中以高速来进行格斗。一架飞机设计的好坏，其实有一个指标可以比出来，就是它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之比。如果两个差别越大，那么说明你的性能越好。那么这架飞机性能如此之好，那是不是它的这个成本会提高很多呢？因为我们知道一般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嘛。飞机设计其实很大一块要控制成本。如果成本很高，你性价比就要降低了。是的，对吧？那么同样的性能，那我肯定希望造价越低越好。那么怎么降低造价？可以采取简化的方式，比如说动力装置我不一定用最好的，我只要气动性能好，我动力装置可能差一点，但是很便宜，就可以满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追求这个便宜，同时呢又够用这种战局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想把它性能进一步提升，你可以装一些呢先进的设备，包括先进的雷达呀、这个航电系统啊、飞控系统啊。前面讲了，我们这侧板压式系统布局呢，它由于它的线性化比较好，
可以不用最先进的电传操纵系统，也能控制，也能飞，它的成本就下来了。但是呢，要想进一步提升能力，那么你就把电传操纵系统加上去，性能又改善了，飞行品质也改善了。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用户采取不同的设计，按需定制。有多少钱我们就可以出多少活儿。对，这个也是个线性化的，这个钱到位了，这个性能就可以到位。对。那么我们注意到那个上期我们介绍的这个飞机模型呢，它还有一些引申化的设计，比如说它有一个侧愣，然后它的那个两个尾翼，它都是两个垂直尾翼都是外倾的。对。这都是一些引申化的设计。对。那么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一个引申的一个需求了呢？对。那么过去我们开发这个侧板压式气动布局这个方案的时候呢，考虑的是改善它的机动性，缩短它的起降滑跑距离，让它的起降滑跑距离呢，这个起飞，比如说300米，着陆400米，满足短距起降要求。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隐身时代了，信息化时代了，你就必须考虑减小它的雷达反射截面。那么怎么减小啊？可以采取很多的措施，隐身涂料是一个，再一个呢，关键就是改进它的外形，比如说机头，我们这个做了一些调整，多棱锥面的这种机头截面，然后呢，棒式进气道，同时一身融合体，反正是要消除各个直角这个交接的这个位置，让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尽可能减小，变成一款具有较强隐身能力的轻型的战斗机。等于说就是它的气动设计跟它的隐身设计之间已经实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现在这个初步考虑吧，这还要做大量的实验，不光是气动要好，隐身呢也要求要达到比较高的标准。那这个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条件和它的一个测试条件。通过傅老师的介绍呢，我们就知道通过一个好的气动布局设计，不但可以提高性能，还可以降低它的成本，而且呢还可以带来隐身等等一系列的好处。那么这么好的一个气动布局，未来有没有可能应用在我们下一代的战斗机上，或者是新一代的无人机上？这个呢还需要傅老师还有宋老师我们进一步的推进设计，还有联系厂家，我们进一步的进行实验。好，本期视频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